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能电脑评测。今天要分享的是拯救者 Y900X i7-12700H RTX 3060显卡版本。Y900X 厂家的定位是轻薄电竞本，实际上我认为应该叫商务游戏本，意在牺牲少许性能，换取噪音和温度上更好的体验感。首发价8999元，日常零售价9899元。下面我们来开箱。包装箱的顶部有一个联想一次性的封口，侧边是它的型号、序列号还有配置。现在我们来拆封。内部并没有封口处理，整个机身是金属材质的，拿在手上的质感不错。机身两侧和前面有点割手 ，A 面是灰黑色的细磨砂材质，不过容易沾染指纹。整个屏幕比机身要缩进去1毫米，并不是对齐的。这台机器的屏幕是弯的，两侧的缝隙也不一样大，这边明显就要小很多。左右两侧的转轴缝隙并不一样，这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一个联想的金属 logo， 一个拯救者的 logo。单手开合可以，但是屏幕的晃动很大，很多游戏本都有这个问题，不奇怪。关的话要注意尺度，因为它的转轴比较硬。机身的刚性也不错。B 面屏占比 93.3%， 16寸16:10的屏幕。顶部的凸起物是摄像头和麦克风，下巴约为1指半。C 面金属材质 CNC 切割工艺，全尺寸的键盘，下凹式设计。开机按钮在顶部，融入指纹识别。键盘键程 1.3 毫米，作为游戏本偏短，两档背光调节。触控板玻璃材质，偏向左侧，为了给方向键让位，使用起来会有一些别扭。左右声音一致。机身左侧一个出风口，一个雷电4接口，一个 Type-C 接口，支持充电。使用专用充电器才能达到135瓦，普通充电器仅支持100瓦。右侧一个出风口，一个 SD 卡槽，摄像头开关，耳麦接口。背面两个出风口，一个充电接口，3个 USB， 一个 HDMI。机身长度 35.7 厘米，高度 25.9 厘米。官方宣称厚度 16.9 毫米，实际上 20.5 毫米，水分很大，并且不包含脚垫。前后脚垫的高度还是很高的。裸机2180克，电源适配器940克，比天选3重了280克，比光眼精灵8重了50克，比暗影8重了60克，唯一的优势比 Y900P 轻了440克。即使放在游戏本里，优势也不大。电源适配器230瓦，线长约为3:3，两段式设计，很大很重，握感不好，纯光电能生产。拯救者开机必须要插电源。漏光现象有一些。开机以后会有一种高频的啸叫声。现在的转速是1870转，怎么给大家解释这个声音？我现在坐的离屏幕80厘米，它的声音不是风扇的沙沙声，类似于口哨让你耳鸣一样的声音。可能有些人对声音不敏感，我只能说我这台，我认为不是个例。即使切换到安静模式也是还有这种声音，并且跑上了2000转，更离谱了。所有驱动更新为最新版本，强制更新了主板 BIOS， 安静模式从转速1807提高到了2107，可能是想提高转速来掩盖高频的啸叫声。Fin 加 Q 可以切换安静、均衡、野兽3种模式。安静模式下转速2107左右，官方宣称31分贝以下，实测接近39分贝。主板 BIOS 34WW， 处理器 i7-12700H 6个性能核8个能效核14核心20线程，3级缓存24兆，基础频率 2.3G， 最高睿频 4.7G。 显卡 RTX 3060 6G， 显存来自三星，功率100瓦。安静模式下处理器25瓦，显卡从25瓦到55瓦之间反复横跳。均衡模式下处理器40瓦，显卡65瓦，想打个游戏有点艰难。野兽模式下处理器45瓦，显卡仅80瓦。野兽模式下单烤显卡最高可达100瓦，毕竟从处理器借了20瓦的功率。整个过程中我会放在野兽模式独显智联模式下运行。内存 DDR5 4800频率，一根海力士，一根三星，其中一根是板载的。屏幕是华星光电16寸2506×1600的分辨率，165赫兹，100%的 sRGB 色域，实测100%。这是色调响应灰阶。
官方宣称500尼特亮度，实测521尼特，80%的亮度约为400尼特。硬盘是美光的 PCIe 4.0，读取速度还不错。无线网卡是 WiFi 6E-X211，这个应该是今年笔记本的标配。这是娱乐大师的跑分，仅供参考。处理器方面 ，Y 曲线差 i7-1270H 瞬间可以爆发出接近80瓦的功率。Cinebench R23单核性能小幅弱于光影机08，多核性能则领先了 26%。但是在 CPU Profile 中，两者性能基本上一样，光影机08这边还要小幅领先。需要说明一下，光影机08的 CPU TDP 就是45瓦，厂家没有针对软件跑分做特定的优化，因为打游戏大家实际上还是45瓦，所以跑分高与不高对于你打游戏来说没有任何作用。显卡方面 ，Y 曲线差3060原生功率仅为80瓦，通过处理器偷电才能达成100瓦的功率。对比光影机08原有独显智联的前提下，最高仅比光影机08显卡跑分上弱了 5%。Corona Radeon 渲染器 Crossmark 跨平台基准测试，两个软件都吃 CPU 的性能，显卡用处不大，这里软件多次崩溃，无法测试。微软渲染器是接种行业做效果图用的，也是吃 CPU 的性能，相同功率的处理器，功率给的越大，优势越明显，跑得比 Y 曲线 P 居然还高。PCMark 是全方位的基准测试，比光影机08低了约 3% 左右。游戏测试方面 ，Y 曲线差在独显智联的前提加持下，与主打静音和低温度的光影机08同分辨率、同特效下，古墓丽影暗影低了4帧，孤岛惊魂5低了13帧，其他游戏均为1-2帧的差距，总体还算能接受。不过两台机器的价格相差2000多元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为这个外观买单了。赛博朋克2077光线追踪超级特效，分辨率为 2.5K， 塔林静止不动的 FPS 约为51帧，切换成 1920x1080， 塔林静止不动约为64帧，比光影机08低了约为8帧。1080p 下游戏里约为60帧左右，还是可以运行的，只不过没有那么流畅而已。2.5K 分辨率下约为40帧左右，基本上就不能玩了。CSGO 2.5K 高特效下基准测试322帧。1080p 约为421帧 ，2.5K 下 A 门这边的 FPS 约为300帧左右，中门这边的 FPS 约为270帧左右。绝地求生 2.5K 全部超高的特效，等待区这边的 FPS 约为75帧左右。落地的 FPS 在80帧左右，处理器的温度在69度，性能和 2.5G， 功率30瓦，然后会掉成25瓦。GPU 63度，占用率 99%， 频率1570 100瓦，显存 75%， 内存 62%。然后整个机器的噪音已经开始起飞了，仅仅开始几分钟，键盘区域就已经非常的烫手了。切换成3极致特效，野外的 FPS 约为125帧左右。然后你就会看见处理器和显卡在抢电了，现在处理器的功耗是64瓦左右，显卡功率在80瓦左右。切换成 1920x1080 3极致的特效，在房间里的 FPS 约为190帧左右，也能冲到210左右。现在 CPU 的温度达到了91度、92度，然后性能和 4.1G 65瓦，功率比较高，70瓦、75瓦。现在显卡的温度72度，频率1670左右，80瓦，显卡功率已经降低了。整个键盘的温度异常的高，这个机器真的不太适合长时间打游戏。野外的话 FPS 也会突然掉到130左右，然后正常会保持在150、160。永劫无间分辨率 2560x1600， FPS 无限制 DLSS 超级性能，垂直同步关闭，然后这边的特效是极高，游戏里的 FPS 从100帧到120帧左右波动。处理器的温度是71度，然后性能和 2.5G 30瓦左右波动。GPU 64度1610的频率95瓦，然后这边键盘的温度比较的烫手，我严重怀疑它这个温度到底显示的准确不准确。更改为 1920x1080 全部超高的特效，游戏里的 FPS 约为反而掉了180、160左右，150，正常应该维持在150左右是比较正常的。110几、102、103，帧数不稳定。这个风扇的声音真的很令人头疼，它不是沙沙的那种声音，它是直冲你天灵盖的那种感觉。GPU 是21，我们设置的是2560x1600超高的特效，然后游戏就崩了，怎么也进不去。这跟机器没什么关系，应该还是软件兼容性的问题。
现在室内的温度是23.1度，我们开始进行单烤。单烤的一瞬间，处理器来到了122瓦，温度直接跳成了100度。单烤一共进行了30分钟，现在处理器的温度是99度，非常的高。然后这边性能核是 3.5G、3.6G， 能效核是2.9G。这边处理器的功耗在90瓦。单烧烤已经进行了60分钟，现在处理器的温度是81度、79度，在波动。这边处理器的频率是 2.4G、2.5G， 能效核是 2.3G， 功率是45瓦。显卡的频率是832，有点低。然后这边显卡的功率是在80瓦，温度是 74.3度。这边硬盘的温度是42度。整个键盘呢，从 D 键开始到 L 键，这边都非常的烫手，然后其他区域温度还是比较好一些的。机身位的噪音是 56.4 分贝，人声位的噪音 53.2 分贝。屏下最热的地方在开机键附近 48.5 度。背面共有8颗螺丝，拆机需要从屏幕下方入手。内部是双风扇共5条热管，一根长的贯穿1、2、3，这里还有一条，第4条。CPU 和显卡还有热管全部堆积在键盘的下方，所以会造成键盘温度过于烫手。这是内存条插槽，板载的8G 加一个插槽的鬼才设计，升级内存只能通过更换这一根来解决。硬盘接口有2个，无线网卡在风扇的下面，电池比较大 99.99 瓦时。哈曼的扬声器在左右两侧 ，Y9P 的喇叭是被阉割了。机身右侧的接口是通过数据线连接在主板上面的。100万的像素能用，开一个视频会议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Y9000X 的颜值和质感还是不错的，也没有 Y90P 上很俗套的 Y 灯，可以带出去办公，偶尔玩游戏。实际游戏表现与光影精灵8差不多，只不过键盘会非常烫手。目前问题最多的就是做工和消叫翻车比较多，这个消叫的问题真的让人忍受不了，尤其是低速的时候，高频的消叫声直钻脑袋，让你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事情。总结一下优缺点：优点1，金属机身颜值高；2， 80加20瓦的显卡性能够用；3，性能模式切换多。缺点1，高频消叫；2，重量大于主流游戏本；3，性能一般。说白了就是性价比很一般，日常人油价接近1万元，为了个金属壳子多花2000多值不值？而且重量也没有优势，厂家叫它轻薄游戏本，实际上一点也不轻，比主流游戏本还要重。下面是回血时间，8999元减500元，8499元。不建议被我使用过，有烧取的使用痕迹，愿意帮忙回血的小伙伴，某宝搜索店铺瑞成电脑评测，找到回血链接拍下即可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，我们下期见。